你们好，我是大方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如何注册一个奈飞账号。那么奈飞是什么？它就英文的 Netflix， 就是中文翻译的网飞和奈飞。奈飞是一家在美国从事于 DVD 租赁业务的影视运营商，它主要是从事单一费率的 DVD 及蓝光光碟的邮寄业务。后来它到1999年的时候，由于互联网的发展，它开始采用订阅制，每个月付相应的费用，你就可以租赁几次它的 DVD 或者蓝光光碟的观看权。再到后来网络更加发达之后，它采用网上收看的流媒体方式，就很类似于我们的爱奇艺、腾讯视频。但是奈飞所不同的是，它是全球运营的一家公司，而且它的片源是100%收费。在它的网站上，如果你没有账号，它只是给你一个生硬的登录框，我说你牛，真牛。由于它是全球运营的一家公司，那么是怎么收费的呢？它针对于每个国家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，而如何判定你是属于哪个国家呢？对，它就是通过 IP 来判定。比如你使用美国的 IP 账号登录，那你就要支付美国的费用；如果你使用新加坡的 IP 登录，那你只要支付新加坡的奈飞账号上面每个月的订阅费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全球最便宜的目前是阿根廷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，大约要当地货币折合成美金大概7块多美元，折合成人民币也就50元不到。那你可能会问，我注册阿根廷的账号是不是只能看阿根廷的内容呢？其实不然，奈飞的设计机制是这样的，你首次注册的时候是哪个国家，那么你以后订阅就是按照这个国家的费率来支付每个月的费用。注册成功之后，如果你在美国使用同一个账号，你就可以看到美国的奈飞上面的资源；如果你在日本，你就可以看到日本的资源；如果你在新加坡，你就可以看到新加坡的资源。虽然他们在首次注册的时候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对于注册以后的观看，它是没有任何限制的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很多人就想办法去注册最便宜的地区，然后去看看最贵的费率地区的资源。所以现在你要去注册阿根廷或者土耳其的账号，正因为这个原因，奈飞被广大的用户给路疼了。那么他们不得已加入一条限制措施，除了 IP 限制， IP 来判定您是否是所在当地的国家，能够让你注册当地的账号，还需要有一个当地的手机号码来接收短信，验证你是否真的是在所在国家。第三，即使你注册成功之后，你想要观看所在地区的资源，你还需要对这个 IP 进行限定。那么我们想，是否是普通的机场或者 VPS 机器就可以观看奈飞的所在国家的资源呢？其实奈飞在这方面也是有所考量，它将很多大型的机场以及 VPS 线路，它的 IP 都进入了它的黑名单。你拿一个普通的美区的 IP 地址来观看奈飞的话，如果这个 IP 在奈飞的黑名单当中，那么它的网站就会返回你一个信息，你有可能使用 VPN 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观看，然后它就不给你看。那么我们上一期影片介绍的谷歌云的线路是否是可以观看的呢？那我不会告诉你，有一些网段是可以观看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到电脑上去实际操作一下，如何注册一个阿根廷的奈飞账号。福利又来了，如果我这次注册成功了一个奈飞账号，那么我将在关注我的小伙伴，并且在本期影片下方留言的小伙伴当中抽取1名，让他免费搭上我的奈飞专车。期限是，首先我们打开谷歌，搜索 Switch Omega， 这是一个基于谷歌浏览器的代理服务器插件。添加至 Chrome， 添加到扩展程序。好，右上角它自动到扩展程序安装好，这是它一个引导说明。好，我们添加一个情景模式。好，我们输入一个叫 Argentina， 名字可以自定义。我们输入的代理服务器协议可以是 Socket 5或者4。好，我们在浏览器打开这个网址，在国家这里选择阿根廷，
好，选择 Socket 4或者5，然后筛选一下代理协议。好，这些基本上是阿根廷的，我们选择绿色多一点的协议，选择 Socket 4 IP 协议，选择 Socket 4，服务器复制过来，端口也复制过来。好，这里要 apply， 这里要 apply changes， 要保存这个修改。好，这个时候服务器已经设置好了，我们然后在谷歌浏览器更多工具扩展程序里面找到这个扩展程序，然后找到允许匿名、允许隐身模式打开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打开一个网址去检测一下我们所找到的 IP 地址是否是阿根廷的。好，的确它的国家是阿根廷的。打开 Netflix， 这个时候它已经自动跳转到阿根廷的网址。好，输入我们想要的 email 地址，并且 try it now。好，到达下一步，输入一个密码，输入密码。好，第3步，添加支付方式，任何一张 Visa 或者 Master 信用卡都是可以的。好，点击添加信用卡。好，这个时候出现了错误，提示不能够完成这个操作，请稍后再试。好，这个时候我反复试了很多次。Day 2。第2天，我仍旧用阿根廷的代理服务器登录奈飞，它显示我已经注册过了，只要输入密码，选择我的计划，这个是阿根廷货币499，只要你的 IP 是阿根廷的，那么它就显示阿根廷的货币，并以阿根廷的价格来帮你结算。好，这里有3个档次可以选择，高级版本的优点在于它可以观看超高清和5个身份同时4个屏幕进行观看。由于昨天没有成功，今天又同样输入了一遍信用卡，这次非常顺利，它没有提示我其他的信息，就告诉我可以添加一个重新找回密码的手机号码。好，这个地方我选择不添加。看到这个地方，千万不要以为它需要你一个阿根廷的手机号才能够继续，其实你已经注册成功了，只是它问你是否需要添加一个能够找回密码的手机号，你可以选择不添加。好，这个时候让你选择你需要观看的设备，好，我把它全部选上，好，继续。好，这个时候让你设置5个你需要观看人的身份，好，我选择一个我自己，还有一个是 Kids。好，这个时候让你选择3个你喜欢的类型的电影，我选择继续。好，这个时候帮你设置好了。好，现在你已经大功告成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关闭阿根廷代理，选择我们自身的代理。目前谷歌云34开头的台湾或者香港的机器是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观看奈飞的资源，并没有像有些大佬说的需要一个原生的 IP 地址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观看新加坡资源的话，需要找一个没有被奈飞封锁的新加坡 IP 地址。奈飞的机制是以你首次注册账号的国家或者地区来与你结算费用，但是以观看的实际 IP 地址的国家或者地区的资源来提供给你服务。
进入后台后，我们可以更改语言，把它设置成中文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孩子的话，这里有个少儿频道，它可以提供大量丰富的根据不同年龄级别来设定的儿童节目。这个就是我刚才设置的2个用户可以添加最多5个不同的用户身份，观看记录互不影响。当然，在后台中可以随时取消你的会员身份，例如更改你的付款计划、更改你的套餐类型等等。如果你一定需要一个阿根廷的手机号码来接收短信的话，你可以打开这个网站，然后选择南美洲阿根廷，搜索一个 Netflix， 它需要 13.75 卢布，相当于 0.18 美元。好，在这里选择购买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接收到阿根廷的手机号码验证。当然土耳其也是有的，在这个地方可以选择土耳其的接收短信工具。好了，你看我们注册奈飞也不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。我希望你在我的指导下能够注册成功，并且快速的登上奈飞的专车。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，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